对于刚刚接触相机、开始对摄影产生兴趣的初学者来说，拿到相机之后，肯定有很多的疑惑，比如对于很多功能都不熟悉，很多操作都不习惯，尤其是刚开始应该选择什么相机的档位，也十分迷惑。就算有耐心拿着厚厚原厂的说明书一页一页的看完，也未必了解每一个细节。大家好，我是 Andrew， 用镜头说故事。今天我们来聊聊相机都有哪些档位，摄影小白应该从哪些档位开始入门摄影。我们最常见的相机品牌有 Sony、Canon、Nikon、Fuji 等等，其实他们的档位设计都大同小异，核心的档位其实就那么几种，无论是微单、单反、卡片相机，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 Auto 档、P 档、A 档、S 档、M 档等等。当然，有的相机还有一些内置预设和滤镜的档位，这里就不介绍了。对于普通用户，大多数人都会选择 Auto 档或者 P 档。但是如果大家正在开始学习摄影，那么就要开始学习从 A 档、S 档、M 档之间切换使用。实际上，对于摄影师来说，相机上最重要的档位一共就5种，分别是 Auto 档、P 档、S 档、A 档以及 M 档。但是实际拍摄过程中，每一个档位之间和摄影师需要操作的参数差异很大。我们接着就来介绍一下每一个档位。大部分相机的标志有一个绿色的方框，或者写着 Auto 的字样，这就是完全的自动档位。一般不完全了解相机，并且不想学习摄影，我非常推荐这个档位，因为它不需要过多的操作，绝大部分都是相机自动完成。我们只需要去看看取景器或者屏幕，然后按下快门就可以了。这个档位的体验就和使用手机拍摄一样，只是相机的画质比手机好很多而已。这个档位对于学习摄影并没有任何的作用。A 档也叫 AV 档，很多人误以为 A 档是 Auto， 其实 A 档是光圈优先模式。在这个模式下，我们能够自主调节光圈，然后相机的测光系统会自动计算出需要的曝光值，然后根据你自己调节的光圈大小来决定快门需要多少。因为光圈可以控制景深，而快门速度是由相机来决定数值，所以在这个模式下拍摄静态物体会比较多一些。A 档的优点是适合拍摄静态物体，能够控制景深来达到视觉强化的效果。缺点是，如果你的镜头光圈不够大，在暗光的情况下手持拍摄比较容易出现模糊。因为曝光不足的关系，所以快门速度会调节到很低。P 档是程序自动曝光模式，它类似于全自动模式，不过它和全自动模式有个区别。全自动模式是所有的参数都由相机决定，而 P 档我们可以自行调节 ISO、曝光补偿2个参数，而光圈和快门速度依然是相机自己决定。如果想要优先学习和理解 ISO 和曝光补偿2个参数，你可以从 P 档开始入门摄影。P 档的优点是不用考虑光圈和快门速度之间的搭配，我们只要设置好 ISO， 剩下交给相机就好了。缺点是，如果 ISO 没有调整好，容易出现曝光不准确。相机光圈比较小的情况下进行暗光拍摄，快门会减慢，手持拍摄容易出现画面模糊。S 档也是 TV 档，它是快门优先模式，曝光方式和光圈优先相同。在这个模式下，相机测光系统会计算出需要的曝光值，然后会根据你自主选择的快门多少而决定你光圈的数值。因为能控制快门，所以这个模式很适合拍摄一些高速移动的物体。由于是相机控制曝光量，
即使被摄物体移动到比较暗的背景下，相机也能快速给出曝光值，可谓非常方便快捷，节省了调节曝光的时间。S 档的优点是能够抓拍快速移动的物体，能够节省调节曝光的时间，而它的缺点是无法调节光圈，所以无法自主控制景深。在镜头光圈比较小的情况下， ISO 会变高，影响画面的画质。M 档就是全手动模式，相机的快门速度、光圈、ISO 等等都可以由我们自己调整。如果需要背景虚化，那么你可以对光圈进行调节。在拍摄过程中，你能够自己控制曝光、景深、色彩等等。这个档位就是摄影师经常说的专业模式。M 档的优点是全部参数都能自己自行调整，而缺点是如果突发事件需要相机快速拍照时，调节曝光会很浪费时间，这点就不如 P 档和自动挡。当需要捕捉快速移动的物体，快速移动物体在光线不一的情况下，需要快速调整曝光，这点就不如快门优先。这个档位需要经验非常丰富和非常熟悉相机所有的功能。摄影小白在不完全熟悉快门速度、光圈和 ISO 之间的作用下，在突发状况下拍摄会很吃亏。我们来总结一下每个档位的功能。Auto 档，也就是全自动模式，你就只管按快门就可以了。这个模式比较适合没有准备学习摄影的人。P 档是程序自动模式，也可以说是 ISO 优先。它适合在拍摄基本不需要控制曝光的情况，例如快速抓拍，它会根据场景自动调节快门速度和光圈，以得到正常曝光。A 档是光圈优先，它适合在控制景深的场景，例如拍摄人像和风景，它能手动调节光圈数值，而相机会自动调节快门速度来得到正常的曝光。S 档是快门优先，它适合在控制运动物体清晰度的场景，例如拍摄运动题材，它能手动调节快门速度，而相机能自动调节光圈来得到正常曝光。M 档也叫手动档，它能手动调节快门速度、光圈以及 ISO 来达到需要的曝光效果。这个模式比较适合摄影老手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，请大家继续留守我的频道。下一期视频我会介绍拍摄必须购买的一些配件，欢迎大家点赞、订阅、分享我的频道，我会一路陪伴你从摄影小白到专业摄影。